金玉功，初始修炼会引导气血游转周身12条主经，108个要穴，凝实血气，强化筋骨结实皮肉。这是第一层的修行内容。第二层，则是滋养筋骨，以气血之力由内自外洗练周身。这个阶段，气力膨胀2倍不止，光是肉体力量就能轻松打败数个成年男子，对天地灵气的吸收效果也增加了1倍。而到了第3层，皮肉筋骨坚韧如牛象，气血反哺自身，运养5脏6腑，终达到内外兼修，浑然一体的效果。连气血之力的运用也会更上一层。黑纹飞毒虫善隐匿，深藏黑主体内，炼气期的神识难以抓捕。没想到以金玉功催动气血，却能在不破坏黑主的前提下寻找到他们的踪迹，并将这些虫子逼出。这半个月来，我不断吞服赤阳丹，加上神识的引导微调，修正气血运行路线，修炼到了金玉功的第3层。现在我已经达到陆启长口中的后天境巅峰，再往上突破就是第4层，内脏筋骨彻底勾连，韧如金玉，同时也是武道的先天境。自此，气血之力凝化成真理，威力暴涨10倍。只不过，目前第3层的威力，连炼气初期灵力的1半都达不到。果然是养生类型的功法。武道修习，重要的不是它单独的威力，而是辅助带来的增幅。金玉功的2倍增幅，让停滞已久的长春宫有了明显的增进，快要到炼气中期的圆满阶段了。这才是最大的用处。第3层就已经是2倍增幅，那么第4层、第5层，甚至第7层呢？还有更多的武道功法，真的是令人期待啊！苏道友，这些都是你抓出来的？这才5个时辰。卢前辈勿怪，我修为低下，这5个时辰就已经撑不住了。这片竹林还剩下2/3的区域，只能等我静养2日，彻底恢复后，才能继续拔出虫环。苏道友，果然是苍冥赫赫有名的除虫师，不惜透支自身，挽救我这片竹林。原本预计要1个月才能彻底除掉这些虫患，按照这个速度，至少能提前半个月完成。若是能10天内铲除虫患，我再加2枚灵石。这散修年纪轻轻，一手除虫术还算不错，只可惜资质低下，唉，难成大器。前辈过奖了，10天，我尽力而为。这气血武道用来抓这些小虫子简直是神器，火力全开，3个时辰扫荡这片竹林不成问题。还好我留了一手，刻意将除虫效率压制下来，否则很可能招惹麻烦。毕竟怀璧其罪啊！这才没多久，就成赫赫有名的除虫师了。看来还得再低调一些。不过这一趟也算是赚到了8枚灵石的报酬，又追加了2枚灵石，足够补充这段时间服用赤阳丹的空缺，还有房租。客官您又来了，现在老顾客优惠活动，首页半价，续页3折。赤阳丹每日需要服用5粒，1瓶只能支撑4天，而这种东西用处又极小，常去采购难免会招来有心人的注意，还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哎呀，这不是苏兄吗？太巧了，竟然在这个时候遇见你。啊，魏道友。旁边这个人身上的气息，似乎远不止表现出来的炼气中期，很可能是故意隐藏的炼气后期，
有些不对。我们前往旧灵山的探险队已经组建完毕，明日就要启程。你要加入的话，可得抓紧时间了。我做主，一定给你一个位置。我跟你说，这段时间我们虽然还未启程出发，但已经依靠青提子的布置，搜寻探索了苍陵周边几个小型秘境，剿灭了一些妖兽洞窟，拿到的收益可有好几十灵石。这就是团队的力量。我们这些散修一个人只能战战兢兢，但若是能团结起来，那就是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。1000年之后，当你屹立在修仙界之巅，回想今日之时，你会感慨，加入我们才是此生最正确的选择。旧灵山遍地灵石，发家致富，得道飞仙，在此一举。魏兄说得好。哎呀，加入我们吧！我知道苏兄你的除虫术远近闻名，去旧灵山，那里一定有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。除虫术，我们队伍似乎就缺这种专业的道友。魏道友抬举了，实不相瞒，我也很心动，但实在是有心无力，走不开啊。我答应了莲火宗的卢前辈，接下来还要给他竹林除虫，大半个月都走不开。哎呀，这有什么？青提子道友在苍陵神通广大，那什么卢前辈就让他去说说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我辈修士言出即行，贸然毁诺不利于修行，我们万万不可害了苏道友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。莲火宗的卢鹤鸣，苏走。慢走啊，祝你们一路顺风。差点就被这个青蹄子盯上了。幸好我扯了卢前辈的名号，不过可惜了魏道友，不听劝。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长城宫又有精进，距离中期圆满的境界只差一步之遥，2倍修炼效率的增幅就是舒服呀。若是青玉宫还能再突破一层，按照之前的增幅比例，很有可能是4倍。哇哦，少爷好厉害哦！所谓的刚劲柔劲，也是气血的运用变化方式的一种。以修仙者的神识控制力，只要洞悉功法的运行路线，完全可以模拟出相似甚至相同的功法性质。不过这种手段对于修仙者毫无价值。气血武道截至目前最大的作用还是辅助仙道，只不过在这方世界灵气稀薄，只能全力修炼武道。此前在万重楼又采购了10瓶赤阳丹，足够40天的修炼所需。为了杜绝可能有人窥视，再加上魏长胜那边的麻烦，这段时间尽量还是在这边窝着，等到金玉宫进步之后再考虑返回的事情吧。终究要实力足够，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少爷，最新一趟的玉石药材采购将会在晚上抵达，秦掌柜派人传讯，说这一趟货物量大，要求我们提前准备好足量的货款。特意派人叮嘱这种事，他还怕我的银子不够？此事虽然也是情理之中，但多少有些怪异。我怀疑那些人可能有异心。听闻这段时日有大盗横行，下面的镇子发生了许多诡异命案。少爷既然拜入西向门，何不请门中高手来府上坐镇？诡异命案？传闻是妖鬼杀人，动辄灭门，不留活口，甚至有整个村子都被覆灭的传闻流出。妖鬼？这些传说是真的吗？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最近你们都少出门。不过请西向门的人就算了，没必要。毕竟我府上布置了这么多阵法，万一把哪位师兄师姐弄死了，
不好收场了。这个世界灵气稀薄，也感应不到其他能量种类存在，即便能衍生出妖鬼这种东西，实力也强不到哪儿去。不过谨慎起见，还是多布置一些阵法，搞一些针对先天武者的杀阵。就算不小心坑了一些同门，也应该不怪我吧？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哪！苏老板出手大方，我估摸着他那府上至少几千两现银，再加上银票、地契，这些加起来几万两都不止。这一票干完，咱们兄弟几个就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了。苏少爷，这一趟我们可是带来许多珍贵之物，也就是苏少爷出手大方，为人豪爽，我们才先带过来给您长长眼。哦，你这一个空箱子能有多珍贵？在修仙者的身世面前玩这种小手段。苏少爷，您说的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劲。掌柜的，别跟他废话，先绑起来再说。他这府上现银就有几千两，手里的产业肯定更多。先废了他双手双脚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哦，连我有多少钱都知道，看来有内鬼啊！没想到苏少爷竟然还会这种旁门左道的邪术，呵呵，倒是在下看走眼了。邪术？哼，你就当是吧。最初级的迷魂阵能使对手无感错乱。虽然练气初期都能溃破，但对付这种不具备神识的凡人，效果竟然出奇的好。不过，就算是邪术又如何？老子行走江湖几十年，这点手段奈何不了我。这种气血强度虽然远不及陆师姐，但也算后天境了吧？倒是可以让我试试气血武道的强度。邪魔歪道，给我死！看我30年功力的杀招，封魔乱舞拳！果然够疯。看来先天境以下的武者对迷魂阵毫无抵抗之力，也不知道对先天武者是否有效果。怎么样，尝到老子拳头的厉害了吗？尽力贯体，你的筋骨都会被打折、打断。等死吧！一个迷魂阵就把你玩得死去活来的，这个实验品不太合格呀。算了，现在实验素材没几个，先让你们多活一会儿。苏师弟，我听说有一群小贼闯入府内，你没事吧？苏师弟，你那群贼人呢？啊，贼人？什么贼人？我没看到有人进来啊。几位师弟在巡逻的时候，看到有一群人在你这府邸四周鬼鬼祟祟，意图不轨。我收到消息之后立刻赶过来。你确定没有人闯入吗？我一直在这里，有人送了一箱礼品，正在清点，确实没见过什么贼人。那就奇怪了。苏师弟，是否需要我们检查一下府邸内外？那就有劳诸位师兄师姐了。我这里也没什么紧要的东西，你们随便扫，我也能安心点。还好我那些杀阵都还没布置好，不然还得多处理几具尸体。苏师弟，最近城内不太平，若是遇上一些危险或者奇怪的事情，可尽快前往门中躲避。这种气息有些怪异。奇怪的是，最近是怎么了？我听府里的人说过，
有妖鬼杀人？不是妖鬼，只是一些手段狠辣的盗匪。但无论如何，请师弟千万小心。目前局势不稳，最好不要轻易出城，特别是城外那些荒村、乱葬岗，任何有妖鬼传闻出没之地，更是不能踏入。朱师姐，你已经承认了，刚才那人身上的气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真的有妖鬼存在，只不过气息微弱，不构成威胁，小心警惕即可，也不用着急脱离这个世界。苏师弟府上没有贼人闯入的痕迹，但发现了一伙惯犯，平时伪装商队来往各城，有机会则化身劫匪。这群人恐怕是针对师弟而来，我先将他们带回去审问了。竟然还有这种事！这段时日，苏师弟务必小心警惕。一群匪盗不值一提，但若是真的有妖鬼，倒是需要警惕。还是要尽快将气血功法提升上去，一门金玉功还远远不够。你是说，除了金玉功以外，你还想同步再修炼另一部武学？金玉功我已经修炼了2层，感觉自己很适合这类型的武学，最好是能改善体质，涉及全身的那种类型。3层金玉功，明面上暴露第2层的修为，应该也不会引来太多注目。气血空虚不宁，但奇怪，皮肉筋骨都很坚韧，天赋异禀吗？师弟，你最多是勉强入门，距离第2层的后天境界，你这差得有点远。还有，你金玉功既然入门，气血运行路线已然固化，在先天境之前兼修武学，缺乏足够的控制，其他武功根本运转不起来。师姐也说了，我天赋异禀，说不定我就能兼修呢。我抑制灵力护主的同时，也抑制了气血活性，所以才察觉不到我金玉功层次。若是完全暴露自己的进度，才真的不好解释。算了算了，你既然坚持，那就要让你死心才行。西向门每年都有许多天才，但最后他们都泯然众人。希望师弟你不要跟他们一样。至于与金玉功类似的武学，门中武库我知道的黄级功法还有2部，但必须提醒你，这些兼顾周身的功法整体威力都偏弱，就算修成了，与同级武者也难以抗衡。跟金玉功一样的还有2部，竟然还有这种好事！铁锁横江，硬功，外力辅以特制的丹药，内外结合打凹身躯，一共3层，第3层炼成，肉身甚至能挡先天真力。缺点是服用的丹药毒性较强，加上外力捶打周身，日积月累会影响寿命。云鹤功，取闲云野鹤之意，这门功法注重养生，据说有延年益寿之效，但实战威力极差，实际上难以列入武功范畴，也就门中一些年过半百的老人为了修养才会练，并且这门功法要求气血运转的经脉窍穴比金玉功更多出1倍，修炼极其缓慢。你持有的西向铜章，在没有其余贡献的情况下，1年只可取4门黄级功法，这门不太适。太适合了，就选这一部了。我觉得它与我极其投缘，修炼起来肯定事半功倍。覆盖的经脉窍穴更多，意味着改变体质的效果越好，再加上延年益寿，修仙的谁还嫌命长啊？是我欠考虑了。师弟虽然资质非凡，但毕竟年纪大了些，筋骨定型，又是大富大贵之家，那就不是事儿。10日后，
苍灵。比起同为黄级功法的金玉功，云鹤宫的运功路线不仅包含四肢经脉窍穴，甚至连内脏都有覆盖。怪不得说修炼缓慢，而且云鹤宫修炼出来的气血性质更加特殊，竟然能将金玉功吸纳炼化。3层的金玉功，10天时间就全部转化为云鹤宫第2层。现在金玉功已经消耗干净，接下来就是借助丹药之力冲击第3层先天境。所谓先天，是气血压缩凝实，提纯出一缕最极致的真理。普通武者修炼到这一步，天赋再强也要近10年，修炼云鹤功则是要30年，而我只需要10天。先天境成了。不过这云鹤宫练出来的真理远不如普通先天，弱的连炼气中期都打不过。算了，只要能增幅灵力修炼，再弱也无所谓。云鹤宫第3层强化后，灵力修炼效率增幅是6倍，远远超出金玉宫的效果。我本身的资质极差，只有人界下等，但6倍增幅之后，已经晋升人界中等，超越了许多普通修士，与苍灵镇上一些稍有名气的散修相仿。但是他们的资质已经固定，而我却还有无限的成长空间。武道这条路果然走对了。在6倍增幅的状态下，长春宫的第2层瓶颈也有所松动，就趁此机会一举突破。哪来的贱女人，竟然敢偷袭我们！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。老子好几天没碰过女人了，一起上，把她手筋脚筋先挑断。束手就擒，不然这里就是你们的埋骨之地。我们就这样看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这本是陆师姐单独执行的任务，虽然丁长老已经给师弟你备案挂名，但按照规矩，还是要到现场走一趟，免得门中长老有异议。这1万两银子砸出去，效率极高，几天时间就打通关系，还给我安排这种镀金任务。丁长老，做生意果然最重信誉啊！近日来屡犯血案的凶人高云雄、高天雄已经伏诛，即日起，长宁城再无匪患，不得再传子虚乌有的妖鬼之说。谨遵陆师姐之命。将妖鬼的案子全都推到这2人身上吗？这倒是一个应急之法，但息事宁人的前提是不再出现妖鬼。苏师弟，你立下大功，西向银章经丁长老特批，已经提前准备好。天色已晚，苏师弟回府路上也要多加小心，有事立即发烟花求援。长宁城内有弟子轮值守备，看到信号会立即赶来支援。多谢了。银章到手，武库第2层也能随意进出了，或许能找到比云鹤宫更加适合的功法。所以跟了我那么久，是不是该出来了？没想到花钱买银章的富家少爷还有这等洞察力，看来西向门也不全是废物。只可惜到现在你才发现，太晚了。炼气后期的神识比之前强了一大截，之前感应不到的气血强度，现在在我眼中再无隐秘。所以请问阁下跟了我一路，有何贵干？陆启长那个臭娘们抓了我俩兄弟，你这个新晋银章虽然废物了点儿，但在西向门中地位不低，先把手砍下来，然后送过去，应该能让我那俩兄弟平安归来。如果不能呢？不能？
那我就把你锤成肉酱，让整个长宁城都知道西向门不过是一群窝囊废。你也不用想着放烟花求救，在西向门的人赶来之前，我会先把你的脑袋拧下来。现在乖乖配合，还可以留你一条命。这话也是我想说的。这是什么？乖乖配合，留你一条命。在云鹤宫的6倍增幅下，我已经成功突破到炼气后期。原本还愁着如何定位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实力层次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实验素材送上门。无论你用什么手段，今天你都死定了！我要打断你的四肢，把你的肉一寸寸割下来！这人的气血强度比陆启成弱了一截，不考虑招式的前提下，在西向门的先天武者里面也能算是中上水准。不知道阵法能影响到什么程度。我竟然打歪了！这是什么药法？迷魂阵依旧有效，不过效果已经削弱许多，只能偏了一点点。以阵气压制的话，效果会更佳。炼气后期的灵力护盾也更加坚固了。以这种程度的攻击，估计能扛3天。妖道，竟敢惑我心智，给我死！气血爆发之后，能挣脱迷惑吗？那就试试这个七旋斩妖。哪怕压制到1/3的灵力输出，也不是专门克制人的力量，但就算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扛不住，这个实验素材有点脆啊！这东西竟然有妖气！明面守着一个，还有2个暗哨，全部控制的动静太大，并且事后还会惹出麻烦。如果要上3楼，还要另想办法。希望在这2楼能找到比云鹤宫更合适的功法。飞花指指法，以双臂经脉为主，剑微之主，以柔克刚，方寸之间见分晓。闲云诀和云鹤宫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2者功法相似。我已经练习了云鹤宫，气血运转的路线相差无几，这没什么用处。陆师姐说的远海碧涛也不在其中，难不成已经被人借走了？2层找遍了，也没有比云鹤宫更合适的功法。看来3楼不得不去了。不过现在动手，万一被察觉身份暴露就说不清了，还是等到晚上再来。耗费丹药修炼了半天，云鹤宫进度越来越慢。只能寄希望在3楼了。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剑法、棍法、掌法，类似云鹤宫的养生功法，一个都看不见。地级的功法，隐刃，真力注入刀身，人刀合一，天穹地黑，刀光水白，断魂送葬。利益倒是不错，可惜与我无用啊。苏师弟何事寻我？是练功遇到问题了吗？不瞒师姐，我今日练功觉得顺畅之余，却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总感觉越练越是疲倦酸软，进步缓慢。过来，让我看看。师姐真的是毫无男女之别，也无半点避讳。习武之人都如此真性情吗？
师弟，你这症状是严重的气血不足。你修炼了2门功法，且修炼次数太过频繁，导致了气血供给不足。我有在服用药膳，这也不行吗？那妖魔肉呢？前些日子有人找到我，说若是服用此物，可提升修炼进度。见鬼的气血不足，我可是每天把赤阳丹当糖嗑。师弟，妖魔肉是少数可以辅佐修行的外物，用于提升体魄，肉身强则气血强，但这终究是邪道，长期服用存在走火入魔的风险，最终让你变得人不人鬼不鬼，修行毁于一旦，还有性命之忧。走火入魔？妖魔这些怪物周身蕴含毒素，若是被其伤到，不能及时遏制清除毒素，不过几日就会畸变堕落，化作丧失神智只知屠戮的怪物。妖魔肉虽能以特殊手法净化部分，强化体魄，但终究会残留不少毒素，长期服用，日积月累，终成大患。所谓妖魔就是妖兽，毒素就是妖气。气血武道在这方面似乎缺乏针对性。这些日子妖魔出没频繁，苏师弟务必不要出城。师姐，那还请问这些妖魔从何而来？妖兽肉可增强体质，修仙界弱一些的妖兽早被修士绞杀成珍稀动物了，剩下的都是极难对付的高危妖兽。如果能找到稳定的妖兽产源，也是一条财路。妖魔踪迹在1000年前就已经出现，具体从何而来，无人知晓。不过倒是流传着一个传说，每逢天下大乱，民怨沸腾之际，妖魔就会频繁现世。这是补充气血的丹药，你最好先休息几天。谢谢师姐，师弟告退。民怨衍生妖魔，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说法。果然，这就是已被处理过的妖兽肉，妖气大部分已经清除，但还残余不少。既然是妖气，灵气就能将其驱除。这灵气果然可以将妖气驱散，但这样效率太低，半个时辰才只能净化这么一点妖魔肉。看来要去苍林再找找办法了。护身符，护身符，10张1灵石，保你一路平安。修仙不仅仅是天赋和努力，法财履地，财可是排在第2位。光是从玉石里面寻找灵石，效率终究太慢了，还是得另外开辟财路。新鲜出炉，炙烤完美的妖兽肉，强身健体，滋肾补阳，每斤只要1灵石。哇，苍林是越来越繁华了，妖兽肉都有人在街上贩卖。等等，妖兽肉？您来看看，这是上好的妖兽肉，虽然毒素挺高，但咱们修士谁怕这点毒啊？灵力消磨几日，即可增强体魄。我差点忘了，妖兽肉富含毒素，对普通人，对大宋那边的武者而言是剧毒，但对于仙道修士来说，跟吃了过期食品拉肚子没什么区别。灵力能消磨一切，还把什么妖气？直接从长宁城猎杀妖兽搬过来贩卖，这不就是源源不断的灵石吗？